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最近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苹果交出了史上最强的3月季度财报，另一件是掌舵了苹果15年的那个人宣布了他的离场时间表。两件事放在一起，构成了苹果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夜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Tim Cook 开了他作为苹果掌门人的第89次，也是最后一次财报电话会。他在苹果待了28年，当了15年首席执行官。9月1号，他把位子交给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John Ternus， 自己退居执行主席。他选了一个最好的时机离场。苹果代码 AAPL 昨天发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收入1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创下3月季度历史最高纪录。每股收益2.01美元，超出华尔街预期的1.94美元。净利润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华尔街之前预期收入1097亿，苹果超了将近15亿。而且管理层给的指引上限是增长16%，实际做到了17%。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还超了自己的上限，这在苹果的历史上不多见。首席财务官 Parrick 补充了一个细节，汇率对这个季度的增速贡献了大约2.5个百分点的顺风，但他同时说，如果把汇率顺风去掉，再把供应受限的影响加回来，苹果的实际增速会比报告数字还要高。盘后股价涨了大约3%。拆开来看每个业务线， iPhone 收入570亿美元，同比增长22%，连续2个季度增速超过20%。首席财务官 Parrick 说， iPhone 17系列是苹果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但这里有一个小瑕疵， iPhone 收入虽然创了3月季度纪录，但低于部分分析师预期的577亿，这是过去3个季度里第二次低于预期。服务收入310亿美元，同比增长16%，再创历史新高。服务已经占到苹果总收入的28%，服务毛利率76.7%，比硬件高出一大截。付费订阅和交易账户都创了历史新高。iCloud 加的付费用户在加速， Apple TV 加的体育内容带来了新的订阅增量。苹果现在在全球有3亿5千万付费订阅用户。Mac 收入84亿，增长6%， iPad 69亿，增长6%，可穿戴设备79亿，增长4%。MacBook Neo 带来了新客户，但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面临供应紧张。Cook 说，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恢复供需平衡。管理层承认低估了这2款产品的需求。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数字， Mac 的升级用户和新用户同时创下了3月季度纪录。Mac 整体安装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MacBook Neo 带来了大量首次购买 Mac 的新客户。整体毛利率49.3%，高于华尔街预期的48.4%。地域上最亮的一个数字是大中华区，收入同比增长28%，上半年累计增长33%。Cook 说，大中华区创下了季度收入纪录，零售业务也创了3月季度纪录。整个季度门店客流量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印度也被多次提到， Cook 说印度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苹果在那里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很多客户是第一次购买苹果产品。资本回报方面，董事会授权了新的1000亿美元回购计划，股息提高4%到每股0.27美元。苹果自启动资本回报计划以来，累计向股东返还了超过1万亿美元。下季度指引更让人意外，管理层说6月季度收入将增长14%到17%，华尔街之前预期只有9.5%，大约1030亿。苹果的指引中值差不多在1100亿左右，比预期高了70亿。Cook 在电话会上解释了2个制约因素，第一是供应紧张，主要集中在 iPhone 和部分 Mac 型号上，原因是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不够。第二是内存成本大幅上涨，这会压制下季度的毛利率。Cook 说，内存成本的影响在6月之后可能会继续加大。这2个因素跟整个科技行业的趋势一致。前一天 Meta 和微软都提到了内存成本飙升对资本开支的冲击。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太大，
抢走了大量高带宽内存的产能，导致所有使用先进芯片的设备都面临成本上升。苹果的 iPhone 和 Mac 用的都是先进制程芯片，受影响是必然的。关税方面，库克给了一些细节，3月季度的关税影响比12月季度要小，原因是产品出货量季节性减少，加上年初的关税税率有所下调。苹果正在按程序申请已缴关税的退款，如果拿到退款，会全部投回美国的创新和先进制造。说到美国制造，苹果宣布 Mac mini 的生产线将搬到德州休斯顿的新工厂，同时苹果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采购量已经在轨道上，计划购买超过1亿颗先进制程芯片。4家新的合作伙伴加入了苹果的美国制造计划。现在说最大的话题，换帅。库克在电话会开头花了几分钟盘交接，他说这个时间点是对的，原因有3个。第一，业绩非常好，上半年2位数增长。第二，产品路线图非常棒。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找到了对的人。他说了一句话，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 John Ternus 更值得我信任来带领苹果走向未来。Ternus 随后简短发言，他在苹果工作了25年，一直负责硬件工程。他的代表作是领导 Mac 从英特尔芯片切换到苹果自研芯片，这是苹果近10年最重要的技术决策之一。Ternus 只说了一句实质性的话，我们面前有一张令人难以置信的路线图，虽然你们不可能让我谈细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我在苹果25年里最让人兴奋的一个时刻。他还承诺会保持苹果在财务上的审慎和纪律。华尔街分析师普遍给出了积极评级，平均目标价大约310美元。Wedbush 维持350美元的目标价， UBS 把目标价上调到了287美元，当前股价大约270美元。有分析师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苹果不会在距离财报这么近的时候宣布换帅，除非对这个季度的数字非常有信心。库克选择在一份碾压预期的财报之后交棒，而不是在业绩平淡的时候离场。这个时机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但分析师们也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担忧：苹果的人工智能战略仍然模糊。跟 Google、微软、Meta 相比，苹果在智能体和人工智能应用层面几乎没有公开展示过任何具体产品。这个季度研发支出从86亿飙升到114亿美元，增长33%。6个月累计研发223亿，同比增加了55亿。库克被问到智能体会不会改变智能手机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话题带到了 iPhone 22%的增速上。Parik 补充说，人工智能是苹果非常重要的投资方向，会在现有产品路线图之上做增量投入。被问到跟 Google 的合作进展时，库克的态度明显积极。他说，进展顺利，我们对合作的现状很满意，同时我们自己独立做的工作也在推进。专案是苹果可能在用 Google 的模型能力补自己的短板，同时也在自主研发。这种回避在苹果的传统里不算意外，苹果一直是那种先闷头做，做好了再拿出来的公司。但问题是 Google 的智能体已经在搜索里大规模部署了，微软的办公软件智能助手已经有2000万付费用户了， Meta 的广告系统已经用人工智能做了底层重构。苹果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沉默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Ternus 的背景是硬件工程师，分析师郭明奇指出，他最大的成就是推动 Mac 从英特尔架构切换到自研芯片。这意味着新一代苹果的人工智能战略可能会更偏向端侧，也就是在设备上本地处理数据，而不是像 Google 和微软那样依赖云端。这个方向跟苹果一贯的隐私策略一致，但能不能做出让消费者愿意买单的智能体产品，目前完全是未知数。跟三星和华为横向对比，三星的 Galaxy S26 搭载了自己的端侧人工智能助手，已经在全球铺开。华为的鸿蒙人工智能在亚洲市场表现强劲，苹果如果不尽快拿出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体验
iPhone 的增长故事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受到挑战。不过电话会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表态，管理层强调 Mac 是本地端人工智能和智能体开发的行业领导者，这说明苹果的人工智能战略确实在走端侧路线，用自研芯片的算力在设备上跑模型，而不是依赖云端。这个方向如果做成了，对隐私保护和用户体验都是加分项，但能不能在速度上跟云端方案竞争，目前没有答案。总结， Cook 选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谢幕，1112亿的季度收入记录， iPhone 连续2个季度增速20%以上，服务收入历史新高，大中华区增长28%，1000亿回购加股息提高。巴菲特说过，没有听 Cook 就没有今天的苹果，他做到的事情，我不认为其他任何人能做到。伯克希尔至今仍持有苹果大约6%的股份，是除了先锋和黑石之外的第3大外部股东。他的第89次电话会是一个完美的句号，但 Tarnas 接手的不只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他接手的是一个正在被人工智能彻底改写的行业。苹果有全球最大的硬件安装基数，有最强的芯片设计能力，有最忠诚的用户群体，但它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布局目前落后于 Google 和微软至少1年。Tarnas 在电话会上说，这是他在苹果25年里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如果他能把这种兴奋变成产品，苹果的下一个10年可能比过去10年更精彩。感谢大家观看，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